OK，如果 buyer 他已经同意要聘请律师楼来 draft 这个二手屋买卖的合约，那么接下来你就要问一下 buyer owner 他自己有没有聘请他的律师如果有的话就拿这个 owner lawyer 的电话号码，so that 我们可以联络这个 owner lawyer 啦。然后如果他没有要聘请他自己的律师的话，就拿这个 owner 的电话号码，所以我们可以联络 owner。同样的，我们联络他，我们会给他 quotation 啦，给他考虑看啦。OK，so 假如他没有要聘请自己的律师啦，然后我们拿到他的 owner 的电话号码，我们就联络他看哦。我们就同样我们会问他问题，然后我们会 provide 他 quotation 啦。第一个我们的问题要跟他讲哦，要问清楚哦问他是不是没有想要 appoint 自己的 lawyer 然后要让我们协助要讲清楚哦，要给他明白，讲说我们可以协助，但是要在 buyer 的利益没有受影响之下，我们可以协助。然后我们协助的东西呢，我们 according to quotation 的 items quotation 里面的 items 呢，等一下我们之后我们会给你看我们先问几个问题先So OK， 接下来我们问的问题比如我们会问多少个小的 OK，几时这间 property owner 买这个 property 几时买的？OK， 就问一下目前有没有这间屋子有没有抵押给银行然后 loan 已经 settle 了没有？如果有的话，有抵押给银行loan 已经 settle 了没有？如果还没有 settle 的话，还欠多少钱没有 settle？然后要讨，然后顺便讨这个 bank statement bank loan 的 bank statement OK，然后接下来又会问比如会问是不是所有 owner 都是Malaysian 还是外国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然后owner 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注册在 title 上面然后owner 可不可以来我们 office 签名签文件可以签文件问他看不可以来我们 office。然后屋子是不是可以交锁匙？就是交空屋子，里面不要有人，不要那些就手干干净净交给buyer，是不是可以交锁匙哦？如果不能交锁匙，不能交空屋子的话，什么理由呢？然后又问他还是不是有existing tenant就是目前有租客在里面什么情况问清楚哦。然后接下来就问一下屋子是 freehold 还是 leasehold 然后屋子是不是 low cost，然后有多少张地税单有些时候这一间屋子有2个地税单的哦问清楚问清楚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怎进行这个 transaction OK， 然后如果这个 title 没有注册 owner 的名字这个我们就要拿这个发展商的电话号码还有名字，发展商电话有他的地址联络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联络发展商问清楚到时候要做注册更名他们那边可以协助我们到什么一个情况问清楚，然后这个 management office 的电话号码我们也需要了所以这些都是比如要问的问题了OK， 之后我们会准备了 quotation subject to change 如果跟实际情况不一样的话就我们会再更改OK。